Hello 啊，大家好啊！我们这一次直播正式开始啊，刚才出了一点这个声音上的小故障啊，我觉得应该已经排除了。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全新的系列的开始啊，这个系列就叫北京 AI 课，就是其实也谈不上讲课啊，因为我一直在用 AI，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感想，想及时的分享给你们，因为我们知道 AI 啊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如果现在不讲呢，可能再过1个月，现在的这些经验和感想我就忘了，因为你会接触新的啊，这个不同的 AI 软件，过一段时间就会更新这个模型的版本啊，那每个模型的版本，包括搭配不同的工具啊，你使用的方式都在不停的发生变化。所以呢，基于这一点呢，我今天不会给你们讲太多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没有意义。你比如说啊，我们还记得1、2年前 AI 刚开始可以生成图片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去钻研，就是那个 prompt，就是给 AI 写的这个提示词，对吧？应该怎么写它才能生成这个好的图片？我记得那会儿有一个 AI 生成图片的软件叫 Midjourney，现在也还在，但是你看现在就是我们用 ChatGPT 之类的啊，包括 Google 的那个都很方便之后，你就不会再去钻研这个提示词，因为那个时候提示词你还不能写中文，仅仅用英文也还不行，就你不能用人类的语言去描述，你必须有它自己的一套格式，对吧？但那个时候你钻研那么多这个提示词怎么写，到如今它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纯从这个技术点上去给大家讲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你可能下个月一个新的什么 AI 出来，一切就变了。所以好，现在越来越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用最普通的，就是你的话去跟 AI 交流，这是最好的。就你跟 AI 当一个朋友这样去交流，用什么语言都已经无所谓了啊，你用中文也可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说，如果你是用中文去跟 Cloud 或者 ChatGPT 去聊天的话，建议你去使用繁体中文啊，因为这并不难。你在你的手机或者电脑里，你增加一个繁体中文的输入法，对吧？如果你不熟悉台湾那一套，你可以还是用拼音，但是这个文字是繁体中文的。因为这样呢，你在跟 AI 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最近 Cloud 这个 Ops 4.8出来之后，有人说它蒸馏了中国的一个这个叫千问是吧？这个模型，这就是一个问题。很多人说这个 AI 现在你全球的啊这些书籍啊，这些互联网上的这些文字信息啊，你都喂给它，说已经喂了好几轮了啊，说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新的喂给它了，大家都在担心怎么办。其实不用担心，因为 AI 很多的这些它还没有办法完整的看视频，对不对？因为你现在给它一个视频，它也是从里边提炼出这个声音，然后转成文字，让这个文本再去进入到它这个库里去加工，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去看一部电影啊，这些镜头怎么运用呢？因为这些东西蕴藏着非常多的信息的细节。这个是 AI 现在还可以去提升的，所以并不是说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文化文明已经不足以，已经全都被 AI 吃过了，不是的啊。所以，当然了，我刚才讲这段话，你们就能听出来，人类到底用什么东西在驱动 AI？就是 AI 这个工具这么强大啊，能干这么多的事情，同时并且大规模的去运算，对吧？我们实际上是在用内容去驱动 AI 啊。那么你回归到个人上来说啊，每个人你用 AI 的时候，我的建议也是用内容去驱动这个 AI 做事情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I 现在有极强大的工作能力啊，甚至是一个工具的集群包，是吧？你都可以调用，你都可以做。那最终出产出来的东西，因为你拿 AI 是做什么？对吧？这也要讲清楚。就是我今天这个课，我不是说教你们怎么用 AI 挣钱，我也不会啊。那么很多人钻营这个 AI，都是说，哎，我怎么弄一个什么养一个什么龙虾啊，在我睡觉的时候，然后它也能够去通过这个信息差，这个时区差啊，然后去挣一些不同市场的这个炒股啊什么这些钱。OK，这些我都不懂啊。所以呢，我觉得
我不是在这里讲怎么用 AI 挣钱，而是说我们到底拿 AI 这个东西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新的东西啊？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创造新的东西。OK，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给你们看一个网站啊，我把这个投过来啊，一会儿我会去讲啊。这个网站就是我这个名字下面这个2084studio.com，这个是我个人的主页。也是我这个2084工作室的主页啊，都是这一个站。我最近呢1个月啊，实际上具体的就是35天，35天的时间呢，我主要用了3个 AI 啊，一个是 ChatGPT， 这个应该是 Plus 的订阅吧，就1个月差不多20欧这个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 Cloud 呢，我原本也是。就是 Pro 那个订阅嘛，大概也是1个月20欧。然后，但是呢，后来我让他去处理我之前《徐州之旅》那本书的一个校对啊，就是英文版的一个逐行编辑的工作，所以他那个特别吃 token， 很快就用光了。然后发现不行，最后我就临时把它升级成了 Max 那个套餐，就是1个月差不多130多欧。那么，所以你们看到。最近的这35天，大概有20多天的这个 Cloud 是 Max 那个套餐顶住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是用这个 ChatGPT 的这个 Plus 这个套餐，等于这2个 AI， 再加上 Suno 就是生成音乐的那个 AI， 等于主要是用这3个 AI。一会儿你们可以看到我都用它们做了什么。实际上理论上在1个月内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出来啊，因为我中间生病什么的耽搁了几天，所以35天。啊，好，你们可以尽管留言啊，我最后再去念你们的留言。我现在要去另一个这个分享这个页面给你们看啊。首先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站，这个站呢但这个站现在还不是用 AI 做的啊，这个是用 Notion 做的。Notion 就是一个之前的做网页特别舒服的一个工具。我现在这个主站还是用 Notion 来做，因为比较方便添加东西。我就直接往上一偏就完了。但是里面这个站现在做了7个板块，我一会儿都会给你们看啊。这7个板块实际上是用不同东西做的。我们先看最上面这一个横幅啊，这个是我北京对吧？你们看到北京，然后说这个北京是 IP2084 的这个创始人啊。那么这个我就会给你们打开啊。好，我们直接把它给分享出来。好，我们 share 这样就稍微麻烦一点，但是也 OK。好，你们看到了啊，现在点开这个之后，就是进入到一个这个北京的个人页面，这个就是用 ChatGPT 的那个 Cortex 来去做的啊。我们都知道 Cortex 就是这2个大 AI 嘛，它都有这个可以写程序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平时大部分人可能是用这个手机上的 ChatGPT 或者 Cloud， 你跟它对话，对吧？一个对话框，你可以问它各种问题，你可以把现实中的图片拍了，然后你去问它这是什么东西，你给我翻译一下，我到底应该怎么做这道菜啊？你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在那个对话框里什么去聊天聊出来。实际上呢，你用 AI 来做，比如像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网页啊，或者做一个什么项目，也是这么做的。它只是说它是分成2部分。你比如说 ChatGPT 里边，它这个东西叫 Cortex，它是在你的现在手机端也可以控制它，远程控制啊，主要还是要在你的电脑端，就是 Mac 端，你下载这么一个 APP 叫 Cortex 啊 ，ChatGPT Cortex， 然后呢，你在里面也是就是平时你怎么跟 ChatGPT 聊天，你在里边也可以跟它怎么聊天。你看这个就很简单，我说我是北京，对吧？那么我有4个不同的身份，我是一个作家，我有写的一些作品。那我是一个摄影师，我要弄我的线上的摄影展。那么我呢还是一个我叫观念师，对吧？我做这个油管的频道，然后包括我是2084这个 IP 的创始人。那么2084这个工作室要开发一些东西，所以这4个身份，我想在这个页面里体现出来，就是你把你的需求就这样用你的话。告诉这个 ChatGPT 这个 Cortex， 然后呢，它就会给你一些意见，它会给你一些方向，那你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就是所以用 AI 做东西，你必须要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我们回到这个页面来看首先呢，你看中间这个我要把我的头像给它，对吧？然后这个头像下面，这是我的这个签名然后下面是我的名字什么的。然后我们先看左上角这个 writer 我们把这个 writer 点开，你们应该可以看到，对好，点开之后，这个就是我作为作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我写的书第一本小说1，对吧？然后第2本天使，然后第3本这个玉门江还没有写完第4本这个徐州之旅前一阵已经出版了。再往下，这是我写的电影剧本时空隐士。然后再往下是我这个写的2084散文集，对吧？就是这样的呈现出来。然后每一个呢都可以点击去进入到它的专属的页面这个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放。我看看这样能不能点击过去这样就开了另一个站了。稍等一下待会儿再给你们看。好，回来。那么左下角这个 photographer 这是我的作为摄影师的身份。那么点开呢是我的个人摄影展这个我一会儿给你们呈现吧。好，再回来右上角这个点开，这个就是我的油管频道北京不经意，这个下面一点就直接进到我的油管频道里了。然后右下角这个就是2084 Studio 的主页，这个一点就是刚才大家看到那个主页。所以这个就做了这么一个页面其实做的很简约但是很好看。最下面是我的这个联系方式。所以这个呢其实很短，就是几天时间你就可以做出来你只要清楚知道你的对于美学颜色你要的是什么当然了，如果你不知道，你也可以让 AI 给你意见。好，我们现在来看另一个站另一个站，我给你们看这个吧。这种分享方式还是有点麻烦。OK。好，再来一个屏幕共享。好，这个站给你们看。这个呢，这个是很有意思天使这本书呢，实际上是我之前写的那么它还有人管它叫天书因为特别难看懂，就是里面都不分章节的。写了很多的内容。它其实是作为我整个2084 IP 的一个原 IP， 这就是今天想讲的一个重头戏了。就是这么多的内容，里面几百个人物，然后横跨人类文明的150年这么多的内容怎么办呢？因为我过1-2年之后我要写它的终极版因为我们知道在大陆出版的时候，他给我做了很多的删减。那我手里有很多的不同的版本，有这个大陆出版的删减版，有中间的一个中间版本，一个重塑版，还有最早2020年我在平安夜定稿的时候的那个定稿版。那么至少有3大版本吧，对吧？还有一些细小的版本。然后我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些版本全都喂给 AI。这个待会儿大家看我们要进到这个站里面，给你们看，很有意思现在这个入口页是这一本书，对吧？然后呢，我点击这本书就可以进入。大家可以看到了，你看这是天使的3D 星图这是一个星图。然后呢，它分中文版和双语的英文版现在我就切成了英文版你看右上角中文版、英文版都可以随便的切。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这是用 Cloud Card 去做的，就是我把我的书的不同的版本全都喂给他，让他去读。然后我说你根据你自己的理解来去给我生成这样的一个星图。其实你看，我们看这个星图，我们可以随便的用就是鼠标你看可以随便的转。随便的转，这里面的这些节点都是一个一个的人物事件分层什么的，这都可以转我们还可以放大一点。OK， 然后这边可以点重置，它就又回来了那我们可以看这里面左边这一溜有很多的分层你比如我们点这个天使这一层就跟天使有关的节点就亮了。然后点这个，比如下面里世界这一层，就是意识上传之后的里世界这一层然后有牧野湖这一层有表世界这一层，就在下面，你看整个下面这块就会亮起来。
然后这个呢，我们看现在有430个节点，这些节点之间都会有连线啊，现在有900条连线，而且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去搜索啊，你比如说我们搜一个，比如我们搜这个啊，比如搜这个 M 公司啊，这个 M 公司，然后看右边就是关于这个公司的介绍，然后呢，以及跟这个节点相关的一些连接啊，你比如说这个奈何桥体系，对吧？这个64座奈何桥网络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些都有显示。然后呢，我们重置一下啊，还可以在左边可以点不同的这个连线啊，你看创作与启发、归属与构成啊这些。然后在最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播放轴啊，时间轴，从最左边的是1950年啊，1950年，然后到最右边的2100年，这个是整个这个《天使》这本书的一个跨越嘛，150年，所以还可以点这个播放，这个会有一段音乐啊，但是我现在把这个网页分享里的音乐给关掉，所以你们现在是听不到。感兴趣你可以直接去这个208studio.com 里边找《天使》这个页面去看，播放一遍。还是有音乐是吧？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这段音乐啊？它这个时间轴就一直在走，然后这个点就越来越多，因为越往后发生的事情越多。OK 啊，但是这个呢，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已经挺漂亮的了，但是它不是一个最终的版本，就是说我过2年我把去写天使的终极版啊，然后终极版全都完成之后，这个部分也会去修改。那现在这个也可以当成是一个数据库嘛，我可以去查，也有利于我去写这个终极版。所以你看这一个东西，你想生成出来。几百个节点的这些线啊，其实这个 AI 可以很方便帮你去实现，对吧？什么颜色你都可以调整，但是你手里得有这些内容，你脑子里得很清楚，就是我要的是什么东西，可能才能做出来，对吧？OK 啊，那我们就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东西给你们看，我们还是回到这个2084的这个主站啊，大家看这个主站最上面是我的个人的网页给大家看过了，然后第2个板块是这个天使的3D Star Map 啊，3D 的星图，这个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好，第3个板块给大家看是这个2084 Studio 的 Music 这个页，这个呢是我这35天啊，等于用 Suno。这个 AI 去做了6张音乐专辑出来啊，然后这个也单独做了一个站，我给大家去放。这个站呢，其实只是为了展示这些，给你们看啊，稍等，这个稍微的麻烦一点，这个方式。好啊，出来了。好，你们看啊，这个是我想做一个比较偏。苹果这种白底的稍微漂亮点的风格的，所以这很简单，就是上面有一个 logo， 但是左边这个 logo， 看鼠标过去它会亮起来，这个一点就又可以回到2084的主站了，这我就不点了。那我们下面看啊，这个6张专辑，这个也是35天可以做出来的。你比如说第一张这个 Hollow Vessel， 这个是我的徐州之旅那本小说啊，以它为灵感，我们可以点击就打开这个专辑了，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然后呢，可以有这个各个音乐平台的直接跳转啊 ，Apple Music、Spotify 和 YouTube Music， 你可以点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跳转过去了。你可以在你平常听音乐的这个平台里把这个专辑去添加呀、收藏或者收听啊。然后下面是一些曲子。前9首呢，就是小说里写的啊 ，Day 1一直到 Day 49啊，第49天，这是9首钢琴曲啊，非常好听。下面有2首
红色的 Hollow Vessel 和这个徐州，这是歌曲歌曲，然后我也都做了 MV， 这个可以直接在这个站里就可以看这个 MV。比如说，你看我们点一下，还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见音乐，我们也不把这个 MV 全放一遍了，这个你们感兴趣可以直接自己去来听。Dear, I went ahead before the mist could lift。OK 我就接着跟你们讲，就是说这个 MV 我是怎么做呢？其实这两个 MV 我是用的同样的素材。你看，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是中文版的，就徐州这首歌的，我先做的这首歌，然后用同样的素材把英文版的也剪出来了。这个也是用 AI 做的，就是首先呢，让这个ChatGPT 你来生成这些图片这一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你比如说这个这个手紧握的这个图片，你比如说有他跳舞的图片，对吧？然后有他这个摸这个海水的图片，然后有他这个，你比如说到这段我们可以看。然后他开始跳舞。OK， 就是这些东西呢，你会生成一张一张图片，然后这个我是用中国的那个 C-Dance 2.0 去生成的这个视频。然后你就因为它最长15秒嘛，你就根据这个音乐卡点差不多你就生成这么8秒12秒14秒，就根据你的这个整个这个 MV 里想讲述的故事的走向，一个画面一个画面，你就先自己想好，对吧？然后把这些一段一段，大概这个生成了20多段吧，还是30段的视频吧，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都放到一个剪辑软件里比如 Final Cut Pro 我是用这个。然后就把它剪在一起，然后但是这个它没有像这种歌词的这样的效果因为它这个效果是，你看，它会这么蹦出来这些字幕。新欢故且先行，未入情路。然后这个效果就是用这个又过了一遍剪映，就还是用了剪映里面这个效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歌词字幕是简体字不是繁体字，因为繁体字的话它那个剪映效果就出不来了。风起柔缓归尽雨息，独旅且忘。OK 然后这个我们就不说了，然后回来，这张专辑这个叫这个就是我第一本小说用它来做灵感去生成的这么一张专辑。其实这张专辑非常好听是用这个二胡和小提琴作为2个主要乐器，然后去纠缠在一起，就有点像这个量子纠缠嘛，因为就符合我这个故事里写的东西。因为这本书我会从明天开始，我会开始写它的终极版，10周年了，所以到时候写完了再跟你们分享吧。这张专辑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实际上很有意思，就是我先有10年前的那本小说，然后用这个内容我们来去把这个概念音乐专辑给它生成出来。反过来呢，这个概念音乐专辑实际上也在推动它这个10周年的这个终极版的诞生，它是这么一个滚动的概念。然后这个第3张这个专辑这个反贼之歌，这大家应该很熟悉了这个也有 MV，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这个 MV， 这个 MV 是不是用 C-Dance 生成的？当然这些图片也是让 ChatGPT 一帧一帧的，也不是用一帧一帧的，它就是每一段小视频实际上你给它1张或者2张图片就够了，就是一个首帧一个尾帧，对吧？就是你可以这样让它过来。但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 MV， 我都没有给它2张图片，我就给它1张图片。有些镜头是给了2张，有些镜头基本就给1张图片，然后让它自己去发散一下就可以了。实际上就一个手帧1张图片，
然后你给他一段描述，就是我这个10秒或者这个12秒，让这个人物要怎么样去运作。这个不是用的 C-2.0， 这个用的是 Clean 3.0啊。其实用 C-2.0 也应该是 OK 的啊，我只是想试试不同的模型。我们不是犯罪，反抗是人的天性。这个就不给大家听，因为你们应该已经听过很多回了。OK， 然后第4张专辑，这个也是这个 Montreal Time Hermit， 这个 Time Hermit 中文叫时空隐士啊，这个是我4年前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当然它比较遗憾没有拍成电影啊。然后当然我现在已经开始启动这个计划了，这个我待会儿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板块，做了一个档案库去给你们讲。但是从这个电影剧本也是，我把整个这个电影剧本去喂给这个 AI， 然后先是喂给 Cloud， 然后让它去理解，然后让它去生成一些 PPT， 它怎么去解读。接着呢，我把这个东西又让 Cortex 去做了一个数据库。这个待会儿给你们看啊。然后这里边有5首歌，其实这张专辑特别好听，就是它5首歌啊都是有点偏电子风格的，但是它是没有歌词啊，是那种女生的在那里去哼唱，然后5首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啊，非常好听这5首歌，就推荐给你们啊，你们一定要去听啊，这个特别好听。OK， 然后第5章跟第6章这2张专辑都是这个《反贼之歌》的不同的版本啊。下面这个第5章，这是一个日语版本，也做了一个像是这个一个日本的动漫的开场的那种很燃的啊，做了这么一个版本。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我就先放一下。たちは反逆者じゃない抗う心は本能さ俺たちは反逆者じゃない権力を奪うものこそ俗だ人はOK 啊，我们时间有限，全都不给放完了，你们就感兴趣都自己去听吧啊！我只是用这些东西都讲一下。这个我没有做 MV， 这个就是 Suno 自己出的一个走歌词的版本啊。这个版本我没有做 MV， 以后有机会再补吧。好，然后最后这第6张专辑，这个是为这个世界杯做的啊。哦，这个封面我还没改。OK， 这个是一个英文和西班牙语的双语的一首很世界杯风格的歌，因为马上世界杯了嘛啊，我们可以看这个我做了一 MV， 这个 MV 特别有意思啊，我给大家看。我想跟你们说啊，就这个 MV 就是我完全没有过手，这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我直接让 AI 我说你就是好像应该是也是用 Cortex 做的吧，我就说你给我做一个 MV 啊，我要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这首歌，然后我大致会告诉他这每一段歌词的具体是几分几秒开始，这个东西你要告诉他，他听不出来，然后他自己去想，自己去生成，自己去找一些图片拼贴，因为我就想快速的1-2个小时内给他搞出来看看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是现在这个等于就是把这个世界杯参赛的这48支球队吧，应该是，然后这些国旗啊什么都走一遍，然后前面先是英文，然后其实到这个西班牙语的部分还挺好听的，给你听一下这个西班牙语的部分，这还是英语的部分。好，来了。No somos traidores, resistir es la naturaleza humana. No somos traidores, quienes roban el poder son los ladrones. Todos nacen iguales, demasiados mueren por la injusticia. Todos nacen libres, demasiados viven toda la vida encerrados.
OK 啊，也是铺放完了啊，感兴趣就自己去听。所以你看这个1个月的时间吧，啊，你可以做出6张专辑啊，加上有3个是单曲了，然后有3张是专辑啊，这个某要算个 EP 吧啊，所以大概是这样。这个就是这个 music 这页，后面以后有更多的专辑就会继续在这个页都放出来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2084这个主页啊，再给你们看下一个板块。下一个板块就是这个2084的散文集啊，这个散文集这个板块，我给你们点开看。2084散文集呢是整个2084这个 IP 啊，然后我是为了有一些灵感，因为我来不及把它写成小说或者电影剧本，因为那个太花时间了，所以我只能先暂时把它用一个散文的方式记录下来。好，你们看到这个网站是这么做的，就很简单，我就是要让它是一个2084年的每一个月的月份全都有啊。看1月到12月，因为2084年是一个闰年嘛啊，2月有29天，然后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个也是中英文双语的，我们可以在这块去切换啊，中文、英文，然后下面那就是说每一天是1篇嘛，那也就是说最终是会有366篇，但是现在只写了20篇，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进度条。然后好，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很简单，比如这个3月9号，对吧？那我们切成中文看好了，3月9号，你鼠标过去之后，它这一篇散文就是有的地方它就会亮啊，暗的地方就是还没写的。那3月9号有就是徐州那一篇嘛，点击就可以把这篇散文打开。中文是这样的，就是竖版的繁体字的中文啊，这篇散文你就可以这么去看。然后如果是英文呢，你看叫 Hollow Vessel， 我们点开啊，就是这样的英文啊，中英文都有，可以去看。我们再随便再找一个，然后你看这个9月现在写了3篇啊，看看啊，先中文。9月呢，现在13号叫这个西者啊，效国方舱啊，我们看，比如方舱这一篇，9月30号的，点开啊，方舱，就这样的，所以现在有20篇啊，后面陆续更新了，都会在这个地方。实际上这很简单，因为原来我这些散文大家都知道都是在这个社群里写了一篇就这么放出来，但其实也不方便大家去查看，然后这个观看的效果也不好。实际上你手里有这些东西，哪怕就这20篇散文，那我想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你现在也可以让 AI 去给你做这么一个页面，很方便的，对吧？你就只要把你的需求讲清楚，你清楚你要什么样的美学，要什么样的风格就 OK 了。好，给你们看下一个页面啊。下一个页面是，好，下一个页面就是这个 Hollow Vessel 了啊，徐州之旅。你们看不到啊 ，OK， 这样啊，徐州之旅，这个是我的个人的第4部小说啊。那么，上个月啊，4月20号正式出版的。然后呢，我给它做了一个页面，我们现在点击啊进去，这就可以跳转过来，因为都是用 Notion 做的。这个页面不是 AI 做的，这就是用 Notion 做的。当然，这整个这个上面这个图啊什么这些都可以让 AI 来做啊，你只要清晰的知道你要什么就行。然后这个是对这个小说的一些介绍啊，然后下面有3个不同版本的介绍啊，然后再下来就是3个不同版本的购买链接啊，直接点击就可以跳转过去，然后再往下是这个原声碟的介绍啊，刚才大家都看到了第1张专辑，然后下面就是2首 MV 啊，在这个页面也都可以听到，然后再往下这个很有意思啊，大家看到这个叫Hollow Vessel Atlas， 这个是这是做的一个东西给你们看啊。稍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然后再往下是这个 Hollow Vessel 现在也要去做一个游戏啊，我待会儿晚一点再给你们讲。好，先看看刚才这个 Atlas 这个页面啊，这是也是用 Codex 做的。
实际上当时是同时在做2个东西，一个东西你们看啊，现在看到这个页面了啊，这个和刚才你们看到天视的那个星图其实是一种东西啊，但是天视那个星图呢是让这个Cloud Card 来做的，然后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 HoloVessel 的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星图啊，待会儿进去你们就看到了。这个页面呢是用ChatGPT Cortex 来做的，等于当时他们这2个 AI， 我同时给他们这个不同的任务，都是做星图，但是一个呢是拿天视那本书去做，一个是拿虚舟之旅这本书来做啊。那当然了，就是虚舟之旅这本书的体量跟天视没法比，所以呢，它做出来星图就会简单一点。我们现在点击这个 Enter 进去看一下。右手钢琴曲，它会在这里重复，所以你看这个星图就没有天视那个星图那么复杂，对吧？几百个节点。我们这个音乐啊，这音乐可以停一下，我们先静音一下，也方便我跟你们说话。然后你看右下角这一点，这个有一个书会亮起来，这个就可以回到关于这本书介绍的那个页面。然后这个也是中英文双语的啊。如果你还没看书，你怕剧透，你就不用看这个页啊。这只是漂浮的一些记忆点，这每个记忆点都可以点啊。你比如说，你看都可以点这个雾，然后右边会有一些信息栏什么的啊。如果你看过这本书，你可以在这儿点着来玩啊，就这样。所以它很简单，它就不会像我们看点全图是吧？它就你看就这么简单，因为当然这本书的体量少，所以它节点就没有那么多。我就只是想做成一个漂浮的啊，它就不会像天视会那么的复杂啊。好，接着给你们看下一个有意思的板块啊。哎呀，我们这个怎么没了？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好，来了。好，又回到这个2084的主站啊。这个主站现在大家已经看过了，第1个板块、第2个板块、第3个板块、第4个板块、第5个板块，好像到第6个板块，就这个 Moyal Time Hermit。这个呢，我们点一下，就这个蓝色的啊，这个2个黄色马卡龙眼睛的这个倒垂的这个女人的这个页面啊，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这也是用内容在驱动它。就是它最早呢，这从哪儿说起呢？当年啊，我们看看这个页面的入口页是这样的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最早呢是我写完天视之后，我当时的一个项目叫时间延误社，我当时想做这么一个动漫，后来没做起来。有一些里面的内容设定很陈年往事的东西，然后再到就是4年前了，我做这个2084 IP 的时候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啊，这个电影剧本其实挺好的，就是业内反应很好，然后他当时也有英文版，这个英文版也去参加了一些美国那边的一些编剧比赛，然后反馈也很好。但是他为什么没能拍成电影呢？就是2个原因嘛。因为2022年是疫情最疯狂的时候，我们谈了一些投资都没能谈妥。这个第2个原因呢，就是后来2022年下半年我就受不了了，我就离开中国了，对吧？你们都知道，然后就开始做这个频道，那么我就意味着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在中国去找来投资去拍了，就等于这条路就断了。所以那我现在就等于自己做吧，我就把这个剧本中文版的、英文版的全都喂给 AI， 先是给了 Cloud 让他去分析啊，这个多少场戏，然后让它做成这个整个的这个内容脚本的一个 PPT 什么的啊，然后最后把这一些东西全都喂给 ChatGPT， 交给 Cortex， 然后让他我说你给我去做一个网站，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我们一会儿会进去的，做的非常非常丰富。然后呢，这个网站啊，我们进去讲吧啊，直接可以点进入啊，哎。
我们为什么进不去呢？哎，这可能出了一个小故障啊，稍等啊，我看一下。稍等啊，这可能是一个小 bug，就是你发现任何的 bug，你都可以告诉告诉这个 AI，让它来修啊。好，我们进来了啊。这个档案库啊，实际上现在也算一个 demo 版吧，因为我只是想在这儿做一个档案库，后面会拿这个档案库做什么呢？我会拿这个档案库去有2条线路啊，一个线路是明天我就会去做的，开始去做一个和整个这个事情有关的一个游戏啊，我也不知道要开发多久啊，但是开发出来会给你们分享的。然后还有一条线呢，就是我会再等一等 AI 生成视频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合适的时候呢，我会让这部电影，我可能自己直接拿 AI 全做出来。这个故事其实特别的好啊。那既然中国市场做不了，那我就自己做。所以给你们看啊，它是，当然现在你们看到这个相对简单一点。然后你们还记得刚才有一个音乐专辑吗？就是也是这个同名的音乐专辑，对吧？就是从这个电影剧本的灵感去出来的5首歌。我可以给你们听一下，这都放在这里边了。第一首歌叫《马卡龙》啊，它是一个比较青春的一个感觉。OK 啊，你们看啊，其实实际上这个网站特别有意思，它这个数据库啊，是我真的没怎么接手的，就我没有特别细致的去跟 AI 去抠，就是到底这块应该怎么写，这个文字怎么全都没有，就是完全的让它去往前走，因为 Cortex 它做一部分东西，它会给我去做一个回馈啊，然后我说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还要完善什么，然后他会有他的意见。我说行，你就照这个接着往前做，就我不停的 push 他，你就做啊。做完之后，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站，你看里面有特别多啊，整个这个档案啊，先看懂这个故事啊，然后这个故事里边发生了什么，他做了特别多的内容，这个版面特别多啊，这些内容我都没有太去雕琢它啊，因为它这些图全是 AI 自己去生成，在 Cortex 啊，它去理解这个故事。然后当然了，我中间调了很多了，就是它有一些图生出来，现在也有的也很不好看啊，有的还行，有的也不好看。但是我就因为它只是一个档案库，它不是一个最终的成品，所以我就没有去细抠它。这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些人物啊，然后甚至呢还有这个。这个故事脚本啊，有一共53场戏嘛，这53场戏我好像还让他画了一些这个分镜头的图吧，我看看有没有啊？对，在这儿，你看，你比如说这个第一场戏啊，这个临近疗养院啊，他的房间啊，第2场戏这个停机坪，但是他这个图画的也是我没有去细抠啊，反正他画成什么样我就随便先接受了。这个网站你只能当成一个 demo 来看啊，它还需要有很多的东西要去完善，但是已经很有意思了。实际上你看，当你有了一个很多的内容之后，你是可以让这个 AI 把这些内容都具象化的，对吧？这个里面，然后这个歌其实我还是挺想给你们再听一听，然后这也是中英文双语的啊，这个网站也是中英文双语的，但是它可能有东西还没有翻译过来。好，我们回到最初啊，这个歌给你们听一下。其实第2首歌特别有意思，你们听啊。第2首歌就是人生里进入到一个，因为这5首歌都是这个女性的哼唱啊，但是不同的阶段。这第2首歌，因为每一首歌的这个名字对应的都是一款法式的甜品。
啊，这首歌就有点橙皮的那种苦涩在里面，就是人就不是第一首那种青春的感觉了啊。那这个苦涩它会，这是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你让 AI 生成东西的时候，你首先你要有妥协，你有些东西可能并不完全是你最初想要的，但是它也很惊艳，你就要接受。这种额外的惊喜是特别让人欣喜的。比如这首歌啊，我本来是做什么呢？我先给你们听第4首，你们就知道。我本来是想做5首电子乐，我没有希望说是让有这个人物哼唱在里面的。结果呢，做着做着，它就蹦出了就现在这第4首啊，叫 Opera。Opera 是法式里面有一种甜品，就是一个巧克力蛋糕了，它就是叫 Opera 啊，歌剧院蛋糕 Opera Cake。然后这首歌出来之后，一下就把我之前的想法全都颠覆了，因为这首歌里它突然出现了这个人物的哼唱。那我先给你们听一点啊。OK， 所以你看这个感觉一出来，我就觉得 OK， 我找对感觉了。所以其他4首歌我都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做了，就是都是要有女生哼唱的啊，都是要有这个人声的，就这么开始去做。所以呢，做到这个刚才给你们听这个第2首的时候啊，然后会给他一些要求啊，给他一些提示词。然后这首歌出来之后特别惊喜，就是因为这些哼唱是没有歌词的。我也不会说你是要唱这个滴滴滴还是哒哒哒，对吧？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你随意发挥。但是这首歌出来之后呢，虽然没有歌词，但你听起来就是他好像在唱中文的，就是他疼疼疼，就是这个女字旁的他啊，我们这个主角他感到很疼，疼疼疼，就一直在唱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意外之喜啊。然后我们可以听一下这首歌。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就是 AI 送给我的礼物啊，我特别喜欢。就这张专辑整个这5首歌特别好听，当然这5首歌，包括 Hollow Vessel 那张专辑那些钢琴曲啊，这些东西都会用在我后面要做的这个游戏中啊。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Montreal， 对吧？因为这张专辑的名字，其实这个Montreal 到底是什么呢？你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把这个东西打上来啊，你们可能可以看到。OK 啊，就是这个五个字母啊 ，Montreal， 这个其实是我的整个的天使，然后到2084这个 IP， 然后后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大板块。Montreal呢是一会儿我给你们放一个小短片啊，给你们放一个小短片就揭示了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它会是一个总的提纲，就是Montreal，然后下边有很多分支。你可能我第一个游戏就叫
Montreal，然后 Holoweisel， 然后你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档案库，这个 Montreal Time Hermit 也是这个专辑名，可能也是未来的那个电影的名字，它有一些分支的，就是对应的不同的剧情。所以这个 Montreal 呢，实际上是我自造的一个词啊，就是它听起来有点像法语啊，它是由月亮 moon 那个词去演变成这个词的啊。当然每一个字母代表了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一个小短片给大家揭示。这个小短片呢也是后面就是我明天6月1号开始就要开始开发这个游戏，等于算是这一个小片头吧啊，第一个这个小视频做出来啊，给你们看。OK 啊，就这么一个小视频的片头啊，所以具体什么我就不在这儿展开说了啊，到时候游戏做出来玩了你们就知道了，好吧？好，接着给你们看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2084 Studio 的，刚才给你们看了第6个板块啊，就这个 Time Hermit。刚才那张专辑你们要感兴趣就搜这个名字就可以了啊，各大音乐平台都有这个冒号这个 Time Hermit 啊，就是右边这个倒着这个脸啊，两个黄色马卡龙的这个专辑封面啊。好，然后整个这个主站现在第7个板块啊，就叫 Hana Space 啊，花空间。这个空间呢是我做的一个，就跟有一些艺术展有关的。那后面会有一些全新的内容啊，现在只有两个内容，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 Hana Space 呢，现在是有2个摄影展在做啊，一个是这个16-8，这个是我个人的，sorry， 我没有给你们打出来啊。OK， 这样啊，看到了哈。OK， 回到最开始，这个 Hana Space 啊，这个站就是以后有一些艺术探索项目，我会在这个板块内去和大家分享。然后现在是有2个摄影展啊，一个是这个16-8，这是我个人的摄影展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Maybe 拜鱼啊，之前为这个于朦胧做的这个摄影展。现在这个 Hana Space 下面有这么2个摄影展在做，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我个人的这个摄影展，这是我从2016年开始就是用的一套相机组合啊，去拍到现在，拍了10年的一个黑白照片，然后我现在把它们都汇总。之前是在我的 ins 上去呈现的啊。好，你们看，我们回到最初吧，这个刷新一下啊，点击就可以进来。这个摄影展是一个非常极简风的，这是应该是用 Cloud Card 让它去做的，对 Cloud Card。极简风就是中间它会每8秒去换一张我拍的黑白照片，现在里面大概有200张照片，这个库就是你每一次进来它都是随机出现的啊，照片顺序也是随机的，所以你要想把这200张全看完呢，你就一次性看完，你下次再来呢就不知道是从哪张开始。当然这个现在这个体量后面大概其实上会有4倍到5倍的一个扩展，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整理这个照片，就是大概它会有800张到1000张，那就你可能每次看到的内容都不一样了啊。然后呢，这个摄影展还有只有2个小按钮，我们看啊，左下角大家看到有一个东西会亮起来，这个是我的个人签名嘛，你点这个，它就会出现这个摄影展的介绍啊，然后红色的字呢是这张照片的名字以及当时所用的快门数，就是这2个信息会变，然后你可以点旁边就比如说到下一张，当然你也可以点击快速的切到下一张，你比如这一张我们点一下信息啊，这张照片叫 LS-G。这个3个字母的一个编码，就每张照片的名字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这是我个人内部的一个编码，就我不希望给
每张照片去起名字啊，当然它也得有一个名字便于搜索，当然这个名字本身不让它有太大意义。然后1/45就是当时所用的快门数啊，因为整个的光圈是恒定的，这个镜头就不可以调光圈，它光圈永远是8，恒定的一个16毫米的一个这个蔡司的 hologram 这个大广角啊。然后原生的拍出来就是黑白的，不是说拍出彩色我再调成黑白，它就是黑白的，所以这个影像的质量就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小按钮啊，设计小按钮在右下角，你看到有一个红色的 M 啊，鼠标过去它会亮起来，这个就是 music 的意思啊。你如果需要有一个背景乐听的话，你就点一下这个 M， 它就会像唱片。好，我们先暂停啊。这个就是你暂停在哪里，它就转到哪里就停了。它这个像唱片一样，这个红色的小 M 转一圈是16秒啊，全都对应的这个摄影展的一些细节啊。16-8，中间这个照片是每8秒换一张啊。刚才那是香港啊，这是纽约啊。这好像是在俄罗斯吧？对。俄罗斯的兔子啊，这是在中国，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摄影展啊。后面我会把这个内容再扩充起来，需要给我一些时间。好，然后现在带你们看另一个摄影展，就是这个maybe 百鱼啊，我们就是假设这个于梦龙还活着。好，我们可以看到了。好，这个也是用 Cloud Card 做的啊，这个很简单啊，这个因为我们就是按一期一期来做的嘛，等于上面有一个横幅你可以看见在它的这个肩膀这个位置有一个 Submit， 这个是如果你要投稿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啊，你看。有一个信息说明，就是如果你想做一期，你就给我发36张照片，然后我会帮你去做这个啊。下面有这个邮箱地址啊，这个2084studio@gmail.com， 你就给我写邮件就行。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最左边这个 maybe 百鱼，这是我自己做的第1期，然后中间这个红色的啊，第2期，这两期是我自己拍照片弄的。然后第3期是我们的观众朋友投稿来的啊，投稿他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就你点击都可以，就会展开一个那种展开就会展开，你看一张一张照片的，它就会放出来啊，然后有一些音乐啊，这我们都是假设，就是鱼还活着的话啊，它会拍出什么样的照片？也是这么一个概念的摄影展啊。OK 啊，很简单。如果有第4期什么的，下面这个页面就可以往右边一直滚动过去。好那我就给你们放完了啊，放完了。OK， 所以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整个我的2084studio.com 这个站啊，这个站就是通过最近的这1个月吧35天。做出了7个板块的很多内容啊，全是用 AI 来做的。那我觉得你用 AI 做东西，就是你要有你的想法，对吧？然后你要有你自己的一些内容可以去驱动它，让它跑起来，就是 OK 的。好，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简单交流一下啊。好，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说说看到一个研究是吧？对，当然，你这个提示词当然是对于输出内容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其实现在不用怕，你用任何的软件，你比如说你生成一个图片，或者你生成一个视频，或者你建一个网站，有一些很专业的一些编程的话，就这些东西你全都不用掌握，就是你全都可以
交给比如 Cloud 或者 ChatGPT 啊，就主要就推荐这2个东西给大家用，你用哪个都一样。其实他们俩有一些细微的差别。Cloud 更偏一点理科生的感觉，就是它对于整个这个结构的理解，它比较能跟得住。然后，但是 ChatGPT 呢有它的优势，它偏文科生一点，它的那个语感，然后整个那个一些审美的感觉比 Cloud 要好。就是他们俩你可以配合着用。就如果你做一些，比如刚才我们有一些大型的项目。你在做的时候用他们俩配合着，你会比较的顺手一点啊。当然了，其实只用一个也是 OK 的，尤其是现在这个 ChatGPT， 就目前来说啊，你说1个月后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我只是告诉你现在的一个经验。ChatGPT 现在这个 Cortex 很强，因为它自己带有 ChatGPT 的那个 GPT 2.0 就生成图片的那部分能力，这个是 Cloud 所欠缺的。啊，你们刚才看到的这些东西，你让 Cloud 去做的时候，它那个图片的生成能力是不行的，你还要给它去找图，就是你还得让 ChatGPT 做图再喂给 Cloud， 然后它再去加进去，它自己做不出特别漂亮的图，但是 Cortex 就这方面就强一些。然后我要讲什么？anyway， 就是说。Sorry 啊，我一下忘了我要说什么啊？对，就是你说的这个生成内容，就这些东西，这些提示词 prompt， 你都可以让 AI 告诉你啊 ，AI 给你好，然后我们这个说什么啊？色情是吧？色情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 AI 是，尤其中国的一些 AI 短剧啊，它都是实质内容是非常空泛的，就它没有东西啊，没有特别吸引人东西，然后它就是用一些漂亮的美女啊，然后衣服露个肉啊，擦个边什么的。其实这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趣闻啊，就是刚才给你们看那个这图我就不放了啊，因为它是这样，就是徐州你们刚才看那个 MV 对吧？一个穿着一个手术服的一个女子在沙滩上跳舞的那个 MV。当时生成图片的时候 ChatGPT 啊，我意思是说呢，它就只穿着一个这个手术服嘛，因为手术服我们知道里面实际上是不穿内衣的，但是呢，我又特别害怕，就是因为你如果让它漏了什么地方，它在生成视频的时候，比如 C-Dance 生成不出来，所以我严格的要求就是，虽然它里面什么都不穿，但是你也不要让它露出来啊，只是有个光着腿是 OK 的啊，你不要露出屁股什么的。结果 ChatGPT 给我生成一张图，就屁股就露出来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们看啊，要不然我给你们看一下吧。既然你们都看直播看到这里了，是不是有人想看？就这个，当时弄得我特别哭笑不得啊！就是这东西在哪儿呢？我没准备好啊，但是就反正聊到这儿了，我可以给你们看一眼啊，应该是在这儿，应该是在这里，非的不是临时可能是在这里，特别无语啊！就是他这儿找到了，给你们看一眼这个，就是他会生成一个东西，生成这些图，然后我明确的告诉他，你就是不要有沾色情的边啊。结果你看他给我生成一张图是这样的，你看就屁股就露出来了。也是这位观众聊到这个色情啊，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当然了，是驱动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是吧？但是呢，挺无语的啊。反正这个图就是那你就作废了嘛。所以你们看啊，就是这是 ChatGPT 能做出来的图。当然了，你一般来说，你让它生成这么一图，它肯定不会给你生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它就给我生成这么一个图，但是这个图我也不可能拿去喂给 C-Dance， 那你不可能去做的。所以最终你们看到刚才那个沙滩上跳舞的那个，他等于最后就穿了一个安全裤，对吧？其实我不想让它有，但是很难控制。就是我图片里只有这个裙摆啊，它没有安全裤，然后
但是 C dance 你让它转起来的时候，它自己就补上了这个安全裤。其实我更想要的效果是，就是它在那儿转，对吧？当然也不要露屁股，也不要露安全裤啊，也不要露内裤，就什么都不要露，就是只是这个裙摆下面光着腿在那儿转，很美。也不是若隐若现啊，就是不露出来，那就是我想要的效果。但是你看怎么样的这做不出来啊，做出来的最后我也只能接受。OK， 那你就穿个安全裤吧，总归你不能露着屁股在那转，对吧 ？OK， 所以接着念你们的啊，好，音乐令人印象深刻是吧？就是我直播完了，我会把这个用机器啊把这个英文字幕给加上，方便你看。反正就是这一个月啊，我做的这些音乐，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的，特别希望大家去听啊。好啊，能赶上就很好啊，欢迎支持啊，也是啊，张三李四，欢迎。你说学习用 AI 剪视频是吧？ AI 剪视频会有点麻烦，现在就是它有一个功能啊，就是现在这个 AI 这个 Cortex 啊，Cloud Card 可能也可以，它可以调用你的电脑里面的，它现在有一个专门给 AI 剪视频用的工具，好像就叫什么 什么 FPG 什么的一个，sorry 啊，那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你不用知道，你就让 AI 自己去下载，你给它一个指令，它自己就帮你安装好了，就这一切都是自动的，它就可以调用那个东西去剪视频。但是那个素材主要还是素材的问题，对吧？因为你们看到刚才我给你们看了主要两个 MV， 对吧？一个就是那个女人跳舞的那个徐州的那个 MV， 那些素材是我自己生成然后剪辑出来的。还有一个 MV 就是你们听到那个反贼之歌那个世界杯版本的啊，就是英文西班牙语啊，非常拉丁风格燃情的那个 MV， 对吧？世界杯参赛队伍的那些，你看那个 MV 就是我没有自己去做任何的素材，我只是给了 Cortex 一个任务，我就说你去做这么一个，所以是他自己去网上去找了一些素材，然后他自己去调用那个剪辑软件，就这么剪出来了，就直接给我这个 MP4 的这个视频就给我了。所以你看它质量还是差一些，对吧？但是可用了，也已经可用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上不去讨论一些最终效果，为什么呢？因为1个月后天翻地覆啊，3个月后、半年后、1年后，整个这个 AI 的这个进展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现在你觉得有些领域你让 AI 去做还有点吃力，或者你觉得特别不趁手，你觉得中间麻烦的东西很多，那你就先放一放。如果不是刚需的话，你可以先放一放，你再等几个月，某一个点突破了就好做了。你比如现在大家都很着急去做这个 AI 的短剧，是吧？或者这个 AI 甚至做成电影，那你想想这个它现在烧这个 token 非常的费流量，而且这个质量的把控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啊，因为你特别麻烦就是一个人物嘛，你不能说前面他长一个样子，后边又变了。我在做徐州那个 MV 的时候，就最麻烦的一点就是他这个人物的衣服总在变，你比如刚才那个光屁股的那个，他做着就做呲了，对吧？包括人物的脸、人物的这个身材比例，它都会变，你就得有的时候你有很多图就废了，这是很麻烦。但我觉得后面它这个模型再进步一块，你比如现在 Google 新的那个生成视频的那个模型嘛，名字叫什么来着？我忘了。然后就是 Omni 吧，是吧？是叫 Omni 吧？就是它好像已经可以做到就是前后的一致性了啊。那当然，它和 C Dance 究竟谁好，谁超越谁，这个我们就不在这儿去争了，因为那个 Omni 我还没用呢。我觉得可能再等半年，我们只要你脑子里有想法，你手里有剧本，你去做一个 AI 短剧，甚至做一个长的啊，一部90分钟甚至120分钟的电影，你可能都可以比现在要方便的多，就能做出来。所以我这边这个2084 Studio 这个事情肯定是要做的，我会把就是我那本小说的10周年的终极版，我会在今年下半年把它完成
完成之后把这个终极版出版出来。因为现在之前10年前那个版本，大家有人想看，你已经买不到纸质版了，所以我们做一个10周年的终极版，我会去改写里面很多东西。好，那这个东西也是内容先行啊，这个做出来之后，有了这个小说了，有了这个10周年纪念版的内容了，然后那个时候如果 AI 做这些短剧啊，或者这些生成视频啊，包括剪辑什么的啊，这些都突飞猛进了啊，又进步一块了。包括这个流量 token 的这个费用也能降下来一些，那个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内容去做出那个 AI 短剧来给大家看啊，就是一个西游记跟红楼梦套在一起的啊，孙悟空跟贾宝玉之间的一个故事啊，那故事也很精彩。那当然了，这个音乐已经先行了，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第2张专辑那个啊，特别好听。今天好像也没给大家放啊，你们自己去听吧。那个音乐已经有了，就以后那个短剧里要用的啊，我已经都准备好了。啊，你说 AI 有时候也会误解人的想法是吧 ？OK 啊，对你最后说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就是3观是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多国内的有一些 AI 短剧什么，它那个制作非常的精良。就你经常在网上可以刷到很多制作很精良的，但是他讲的那个故事本身和他故事背后反映的那个观念的那个内核，就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了很强大的 AI 作为工具，但是你用 AI 到底做出什么东西来？我的今天的观点啊，还是说要以这个内容，去驱动 AI。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你现在所有 AI 大模型的发展，也都是拿人类创作出来这些内容去驱动它的，对吧？我为什么说建议大家你在使用 AI 的时候，如果你用中文啊和 AI 去沟通交流，没有问题，可以的啊，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你要用繁体字，就是减少，因为你用简体字跟 AI 说话，他回你的也是简体字，他去查的一些资料调用的一些，他可能也会偏向于在他简体字的那个库里面去找。但是我们知道简体中文这个区块，无论是由于中共的影响，还是海外这些使用简体中文的这些人啊，也很垃圾，他们生成出来的也是垃圾。就这个东西本身全都被给 AI 的，你可以认为全球 AI 的这个简体中文的内容部分是被严重污染的。那么被严重污染之后，如果你用简体中文去跟它交流，那它能调用的、去查阅的、去参考的这些东西，也都是受过污染的，所以你拿不到很好的东西。只能退而求其次啊，就是说你用繁体中文去跟 AI 交流会好一些啊，会好一些。这是我的个人的经验，因为我实际上喂给他的东西也基本上都是繁体中文的，因为我过去写的这些小说什么也都是拿繁体中文写的，所以我喂给他也都是这些内容。那么最终我们为了什么？最终为了生产出来新的优质的内容，对吧？那我们现在新生产出来这些内容，当然了，在我这里就已经是双语的了，繁体中文一份，英文一份。你们刚才看到这个网站里面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双语版本的。OK 吧啊，那我们差不多今天就聊这么多啊。你们没有新的留言，我就差不多就聊到这里了。后面呢，实际上就是给大家展现，就1个月。其实这些东西都需要订阅，对吧？都需要花钱。但是如果你真的脑子里有很多想法，你积攒了很多内容，你需要 AI 来帮助你把它实现成一种表现形式。这个表现形式无论是音乐、电影、动漫、游戏、一个网页、一个资料库还是什么啊，无论这个表现形式是什么，但是都是把你的这个观念、你的大脑里的想的东西，你首先变成了这种文本的内容，对吧？然后由这个内容再让 AI 帮助你变成很好的展现形式。那这一套流程，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各种各样的我做出来的项目，对吧？它都是可以跑通的啊，你用 Cloud 也可以，你用 ChatGPT 也可以，这2个我都试了，都可以。你加在一起用，那就更快啊。你如果不着急，你也不用订阅那个每个月100多欧的那个这种套餐，对吧？那个很贵，没必要。
你就基本上20美元啊，20欧那种套餐就够你用。Cloud 会这个 token 消耗的会更快一点 ，ChatGPT 呢更友好一点，但是无所谓，你到了这个 limit， 你就等一等吧。你比如你今天这5个小时流量到了，你就歇一歇嘛，对吧？因为你跟 AI 工作是这样的，我基本不是在我这个笔记本上去弄这一套东西的，我是有一个这个 Mac mini， 24小时不关机就放在那里，然后我可以远程的通过手机去遥控它，我也可以就是过来把它点亮，然后去输入跟它玩一会儿。实际上给它一个指令之后，你告诉它下一步你做什么，它自己就去做了嘛，你就可以干别的了。过一阵你来验收这个阶段性的成果，然后再改再走，就这么一点点往前走。你着急，你就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堆在这里，它这个进程推的就快一点，对吧？当然那个 token 消耗也快，但是因为你是订阅制的，所以它无所谓，它不会产生新的费用，这是可控的。所以如果你不着急，你可以很悠闲的，我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我可能1-2个月，我慢慢把这东西做出来，就不用像我似的，这1个月内我做出这么多东西，对吧？这个很累啊，很累。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些事情吧，就是你究竟可以做什么，对吧？对，就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生产出一些无论英文的、中文的各种语言的，我们生产出靠 AI 这个强力的助手我们生产出一些新的好的内容来，而不是说现在就是纯粹为了我博个流量吧，我博个挣点什么钱吧，然后我就弄一些什么擦边，然后就弄一些特别制作很精美，然后包装的是一些特别病态的内核，像我们这位观众说的是吧？就是搞这些东西是没有意思的，反正我肯定是不会搞这些东西的。OK， 好，所以下一阶段呢，我的工作内容其实就很简单了一方面把的终极版10周年终极版写出来，然后呢那部分内容写出来之后出版成书，然后等待什么时候可以做成 AI 短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马里奥这个 IP 我们明天开始就开始做这个游戏，当然多久能做出来我也不知道可能先做一个体量不那么大的吧，先试试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再等这个 AI 短剧都更成熟的时候，然后这边马里奥就可以去做那个更大的那个梦想了，去直接做出一部电影来。这个可能是我后面的2个重点要做的当然了，这边节目本身我也会慢慢的把这个更新频率能不能看恢复到之前比较日更的状态都会努力去做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就算这个北京 AI 课这个系列的第1讲，就给你们分享了我最近的这1个月的这些经验这其实很多技术层面的没有什么可参考性，因为再过1-2个月，什么新的模型出来，什么新的工具出来，这些东西就都过时了。但是想法本身不会过时，你创作的内容不会过时，永远是你的。我今天已经给大家看了，对吧？我4年前写的剧本，我10年前写的小说，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有一天你都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都喂给 AI， 一下你就能马上启动。如果我手里没有这么多内容，我不可能在1个月内去做出这么多东西，对吧？你脑子里想不出来这么多东西，你都是过去的一个积淀到这里。所以我相信未来有更强大的 AI 的时候，这些东西可以展现得更漂亮展现得更深入人心。这就是AI 这个时代令我特别振奋的地方。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尽快的去尝试着去用包括用 AI 去做一个 APP 去做一个什么小需求的什么东西，都是 OK 的都是 OK 的。看你的想法看你的那个什么好吧，那我们第1课就聊到这里之后我不管是开发游戏还是做什么用这个 AI， 我有什么新的经验、新的想法，我还会这个系列我们还会再更新第2课之类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谢谢大家。